丞相，哼，3个月我必让你命丧黄泉。小姐，快到了。心腹到，落轿。恭迎夫人入府，老奴引路。有劳管家了。一拜天地。今日操劳了，夫人早些歇息。夫君也早些休息。少尉分部我记下了，3班轮换，每班6人。东南角那个暗哨呢？确认了。廊柱后面那个灰衣人，不跟着巡逻队走，固定在原位。一个丞相府配固定暗哨，规格太高了。忘了拿一本书。这根簪子倒比先前戴的别致。早些休息。刚才庄华突然折返，差点暴露。他看出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但他注意到了簪子。后院的路线明天再谈，你从后厨那边入手。多了，今晚不能再有动作了。心腹来路已查，夜视旁至，未见异常。从今天起，每天记录新夫人的一切，包括她簪子换了几根。那3个暗装的回信到了没有？回主帅，2封已到，另一封还在路上。靖南关方向加派2组人手，另外，京城最近入城的商人逐一排查。这小厮步态极稳，腰背挺直，不像下人。夫人昨夜睡得可好？劳夫君挂心，一切都好。我上朝去了，府中的事，夫人做主便好。他在试探我的反应，还是单纯的习惯？这便是府中花园，老爷少师常在此读书。夫人若喜欢什么花草，吩咐一声便好。管家费心了，我自己随意走走便好。南诏明沙暗桩身份暴露，已被南诏军方拘押，正在押解途中。2位姐姐辛苦了，好香啊！姐姐，府里那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赵伯是做什么的呀？赵伯啊，管柴房的，来了也就半年多，听说是管家的远房亲戚。才半年啊，我还以为是老人呢。信里写了什么？夫人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说。柳太傅。从今天起，你看到什么就告诉他们什么，但你看到的是我让你看到的。回主帅，明沙暗桩已按密令处置。他在南诏潜伏了3年，活着被审问，整条线全完，只能这样。是。夫君辛苦了，喝杯茶吧。
温顺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讲。南诏近日在靖南3郡增设哨点12处，其意不明，恐有异动。臣请增派3000驻军，以示国威。庄卿，你怎么看？太傅忧国之心，臣感佩。不过，臣近日查了靖南哨报，南诏增设的12处均为商贸稽查哨，用以清查边境走私，并非军事部署。12处哨点。朕记得南诏去年刚与靖公开互市，陛下圣明，正是互市之后走私猖獗，南诏此举是为自清门户。丞相博闻强识，老臣受教了。一个是忧边患，一个是知细务。朕有2位卿家，何愁国事不宁？此事容后再议。堂兄，太傅最近频繁接触武将。你知道吧？属下注意到了，左卫将军和靖北营参将赵勉。不止他们，太傅上个月宴请了4个人，4个武将，全是狠人。太傅不会无缘无故在朝堂上试探增兵的口风，他在试探陛下的态度，也在试探我的底牌。属下会安排人盯紧这4人的一切往来。堂兄，嫂嫂那边需不需要安排人？不必，他的底细已经查过了。这位妹妹是？属下，我是庄宁，堂兄的表妹。嫂嫂好。原来是庄妹妹。嫂嫂在府里住的还习惯吗？有什么需要跟我说。一切都好，多谢妹妹关心。她背到身后的那份文书，封口是特殊火器，这个女人不简单。小姐，东西到了，暗线今晚刚送来的。沈惊鸿亲自发的指令，3天后庄华出席秘密军事会议，要查出地点和参会名单，逾期此线作废。小姐，入府才3天就大动作，太冒险了。正因为才3天，他们对我的防备最低。心腹到处走动是熟悉环境，再过1周就不正常了。窗口期只有现在。你明天继续从后厨摸庄华近几天的行程安排，我来对付书房。3天够了。小姐，暗线昨夜又来了，加急密令。每日3滴入茶，3月见效，不可逆。先把这事放一放。叶夫人年纪轻轻就持家有道，丞相好福气。各位姐姐抬爱了，我还有很多要学呢。我家老爷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说是下月边关要换防，调令一道接一道的。边关的事总让人挂心，嫂嫂辛苦了。唉，可不是嘛，连哪个营先走都没定下来呢。叶姐姐，冒昧来访，多有打扰。苏妹妹，快请坐。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，庄丞相从前最爱吃的。苏姑娘有心了，快请坐。这桂花糕的方子是庄府老夫人在世时教我的。那时候我常来府里，在这院子里跑进跑出的，一晃好多年了。对了，听说丞相大人近来总是头疼，操劳太过了吧？夫君身体还好，多谢苏姑娘挂心。很好吃，桂花香浓而不腻，看得出苏姑娘花了不少心思。夫君能有这样用心的旧友，是她的福分。日后苏姑娘常来，这府里永远欢迎。叶姐姐真是心胸宽广。好了好了，今日天气正好，大家就不要辜负这美景了。
今日辛苦夫人了。为夫君分忧是应该的。苏瑶来过了。送了桂花糕，手艺很好。她是旧识，性子直些，若有冒犯，你别放心上。苏姑娘很得体，夫君多虑了。堂兄，宴上有情况。苏瑶进厅后，跟一个人交换了眼神。那人是太傅府的管事嬷嬷，混在送礼的下人里。只是一个眼神，没有其他接触。但那个嬷嬷来之前，在太傅府后门待了小半个时辰。继续观察。堂兄，苏瑶那边要不要收紧？不急，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看他，盯着太傅那根线，比盯苏瑶更重要。小姐，3天期限只剩1天了，药也不能拖太久。沈大人说，如果1周内没有动作，我知道。明晚是唯一的机会，必须进书房。他半个时辰前进了卧房，灯灭了。东南角那个固定暗梢换了位置，从廊柱挪到花墙那边了。阴影带宽2尺，够了。书案、文房、书架4排，地板干净，太干净了。假的，这间屋子是假的。要不，先等等。靖南关的排查结果出来了，查到了3个可疑的南诏商人，其中1个身份对不上，已经控制。南诏的暗探不止这些，京城里一定还有。这一批查完之后，加大排查力度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漏网。属下明白。3日后的会议上，属下当面呈报详细名单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事要处理。是，庄主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庄华回来了，在书房见了一个人，他们在讨论清除南诏暗探。一个正在讨论杀我的人，我能等到他先动手吗？有谁来过了？走吧，带你出去逛逛。夫君今日怎么想起出府了？花灯节1年1次，你嫁过来还没逛过京城。
哎，卖灯笼嘞，各式各样的灯笼都有啊。这盏兔子灯我要了。这……你盯了它半天了，拿着逛吧。谢谢。他看什么都像第一次见。大人，3点钟方向有2人可疑交接。夫君，你看那边的花灯好漂亮。记下那个人的方位，明天再查。啊。哪个？那盏凤凰灯。你小时候也过花灯节吗？小地方的灯没有京城好看。再等等，再等一等。脸色不太好，不舒服。可能是昨晚花灯节吹了风，有些头疼，不碍事的，歇歇就好了。今日不必操之服务了，在房里歇着。来人，请李大夫午后过府一趟。好。轿子照常去衙门。说。南诏方面有动作。近2月内，南诏在晋南3郡布了至少5枚暗桩，其中1人疑似已经混入了京城。京城？什么身份？尚在排查，只截到一个代号的残片“戏”字，代号不完整，但南诏的高级暗探代号多以自然物命名。混入京城核心圈层，什么渠道？最可能的方式以官眷、商妇或使臣随客身份，近4年内嫁入京城权贵圈的外地女子，初步名单有12人。12人全部排查，从最近入京的开始，同时加强京城所有要道的暗哨。南诏敢往京城核心塞人，说明他们的底气不小。夜市。主帅，还有一事，鸣沙暗桩的家属来求见丞相，他的母亲想要一个说法。按惯例抚恤，不要见。那人的母亲说，他儿子临走前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，如果自己死了，一定是被自己人杀的。加倍抚恤，信收回来，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小姐，大夫午后就到了，你得提前躺回去。知道了。这份等3天后再送出去，不能太频繁。阿竹，接下来我交给你一件事，去后厨找个机会不经意提起。我在南诏老家时就有头疼的毛病，太医说跟幼年受过外伤有关。小姐是在放饵，这条信息是假的。如果庄宁在暗中调查我，这条假信息一定会出现在他的调查报告里，到时候我就能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在盯着我。不对，这座府里的暗哨规格太高了，3班轮换的巡逻、固定暗哨、书房的多重暗锁。一个文臣丞相
不需要这种级别的防护，除非他不只是丞相。小姐的意思是，以前的情报里从没提到过什么清渊卫。姐姐，你说我家小姐也是苦命，小时候在南诏老家摔过一跤，伤了头。太医说那次外伤落了病根，一吹风就头疼，今天又犯了。小姐，沈大人传话来了，他说忘川路的事不能再拖了。如果再不动手，尹司会另派一个人来，那个人不会只下药。小姐，差不多了，大夫快来了。叶子，我进来了。路上碰见李大夫，他说方子已经开了，药也熬好了，我就直接端过来了。劳夫君费心了，其实已经好多了。好多了？哪里好多了？你这额头上全是汗。那个人不会只下药。怕我？不是怕，只是不习惯有人这样关心。你先坐下歇着吧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有事叫人。小姐，他给你喝的是药，你什么时候给他喝那个药？不能再拖了，沈大人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无色无味的1/10不会造成实质伤害，但足够让隐私检测到痕迹。茶汤清亮如常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不能再拖了。放那儿吧。院子里那株梅花开了第1朵，没留意，改天去看。等花都开了，带你去看。那棵树是我母亲种的。大人，大人，衙门急报，户部那边出了事，请您过目。失陪一下。他没有喝。没有喝，就下次吧。他母亲种的，真好看。下一次呢？下一次他会喝吗？陈哥，对不起了，小姐。他在敷衍，细雨，你让我失望了。这消息准确吗？庄宁，消息确认了，静安庄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。领头的是方叔，方德海。我知道了。方叔，他跟了你12年。善后怎么处理的？家属已经安排人接走了，抚恤金按最高规格。他留了一封遗书在安全屋里，是写给你的。你先下去，把南诏方向所有还在外面的人都收拢到安全线内。今晚之内。遵命。
上次那碗茶还没有喝，但我确实伸过手。他在因为暗探被杀而痛苦，而我就是那种会导致他的暗探被杀的人。你不问我为什么不点灯？有些黑暗，不需要被追问，只需要有人陪。茶凉了可以再热，我先回去了。叶子，谢谢。他失去的那个人，跟了他12年，12年，而我正在做的事，就是让更多像方德海这样的人死去。叶姐姐，这枣泥酥是城南张记的。庄，丞相从前公务繁忙的时候，常差人去买。苏姑娘真细心，连这种事都记得。丞相每日几时下朝，姐姐等着一起用膳吧。不一定呢，有时早，有时晚。晚上呢，丞相还像从前那样，总在书房待到很晚。他呀，忙起来我也管不住。前2天还说要陪我看菊花，结果又泡在书房了。丞相政务繁忙，叶姐姐千万不要挂在心上。叶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以后我常来看你。他在打听他的行踪。太贵了。太傅府，不是家仆，是幕僚。太傅的贴身幕僚亲自接他，这不是走亲戚，这是汇报工作。他从侧门进去的，不像正式拜访。我已经把时间和位置记下了。他不只是情敌那么简单。堂兄，苏瑶今天走后去了太傅府，接他的人不是家仆，是太傅的贴身幕僚陈先生。他递了一样东西给门里的人，我没看清是什么。他来府上见了夫人，待了1个时辰，问了你的作息。太傅想知道我的行踪规律，又不方便直接派人盯，所以用苏瑶做眼睛。他一直在利用和你的旧交情。他未必知道自己在被利用，继续盯着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苏瑶那边的线，最终会牵到太傅的核心。还有一件事，今天跟踪苏瑶时，小周说在街上看到一个可疑妇人也在跟踪马车方向，他跟了一段，被对方甩掉了，手法很利落。能甩掉小周的人不多，查一下那个时段附近的人。你也睡不着？翻来覆去的，就上来透透气。想喝吗？梅子酒，不烈。小时候我最怕月亮好的夜晚。月亮越亮，父亲越不让我睡觉。他说好月色不能浪费，要背书、练字、温棋谱。从5岁到15岁，每一天都有安排，学什么读什么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全部写在纸上，贴在书房墙上。
我有时候觉得我不是他的儿子，是他亲手打造的一把刀。丞相大人也有烦恼，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小门户女子才会夜不成寐呢。在我面前，不必总是端着。夜深了，夫君，别在这再吹太久。城西渡口，从起来子时之前，接应暗号是河登3斩，间隔2丈。叛逃的武将带着什么？靖南防线的全部军事部署密函。如果对方的人也去劫，渡口会很热闹。小姐，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你留在这里接应，如果我子时3刻还没回来，不会的，你会回来。希望今晚的行动能够顺利。前面这个黑衣男子是谁？此人内力好强。伤了，让我看看。怎么伤的？渡口遇到了伏兵，打了几个照面。伏兵？对方的人不是普通官兵，有一个人出手极快，内力深不见底。那个人绝不是军中出身，那种力道像受过几10年功法训练。大境的谍报高手？有可能。那个人的掌法、出手角度和收力的节奏，夫君，你手上怎么了？昨晚劈折子不小心划到的。纸张也能伤人，夫人不要笑话。夫君该小心些，要不要上点药？不碍事，2天就好了。吃好了，我去上朝了。夫君路上慢些。还有一件事，昨夜南诏那边来接应的人里，有一个身手极其出色，我的人2个都没拦住他。从身形判断是女子，你也碰上了？碰上了，3招。身法极好，出手角度像受过谍报专业训练。南诏在京城的暗探里，有这种级别的高手？也许就是细雨。堂兄，我还发现一件事，更衣时侍女看到嫂嫂左臂上有伤，左臂外侧约2寸长，和昨晚细雨的伤位置完全一致。巧合，继续排查其他人。
怎么了？小姐，毒蛇来了。影司专门处理叛徒的人，他到京城了。小姐，毒蛇昨晚出现在相府对面的茶楼。他不会马上动手，影司规矩是先观察再行动。今天我跟庄华待一整天，让他看看相府夫人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坑够深了吗？再深一点，根要伸得开才长得好。梅花能在最冷的时候开，我喜欢这种倔强。我倒觉得它现在这样就很好，不用急着开花，慢慢长就行。我真的好困呀。怎么睡着了？堂兄，这是综合了3个月情报的结论，代号细雨，南诏影司最高等级暗探，已确认渗入京城核心圈层，目标推测为朝中重臣或其家眷，能力评估极其危险。渡口那个女人能力等级完全吻合，细雨很可能就是她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堂兄，细雨3个月情报汇总做完了，此人渗透已久，手法极其高明。3个月内，我们截获了7次南诏向京城方向的情报传递，但每一次都只抓到下线和中间人，源头全部断了。7次传递，没有留下一条实质线索，这不是一般暗探做得到的。影司最高等级，渡口那一次更能说明问题，能从我们的包围圈里全身而退。大晋境内不超过3个人做得到。以官眷身份潜伏，是隐蔽性最高的方案。嫁入权贵之家，直接接触核心信息源。属下也是这么判断的。近3年内嫁入京城5品以上官员家中的外地女子，一共12人。叶氏、南诏旁支嫁入丞相府，12人全部排查，按入境时间倒序，从最近的开始查身份文书的每一处细节，出生地、求学经历、亲属关系。任何一处对不上的，单独列出来给我，按顺序查，不要跳。属下明白。叶氏，大晋谍报机构已察觉细雨存在，立即收敛一切行动，近期不得传递任何情报。他们知道细雨了？怎么这么快？渡口那次太冒险了，暴露了行动级别。沈惊鸿说的是大晋谍报机构。我们以前的情报里只有兵部和刑部的暗探系统，但渡口那些人的水平远在兵部之上。小姐觉得是另一支力量？一定是，而且这支力量隐藏得极深。影司在大晋经营了10几年，从来没有触碰到过这个组织的边缘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朝堂上的公开机构，一个影子一样的存在，直接听命于谁？清渊卫，你到底是什么？雨天无事，下一盘。夫君棋艺高超，我可不一定是对手。试试看。夫人棋风凛冽得很，不太像闺阁中学的。小时候跟父亲学的，
他是个急性子，总嫌我下得太慢，逼着我练快棋。令尊倒是个好老师，还是差了一点。夫君果然厉害。下棋不必让我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。下次我全力以赴，夫君可别后悔。求之不得。丞相携夫人赏光，老夫荣幸之至。太傅府的花年年最盛，岂能错过？多谢姐姐关心，一切安好。听说了吗？似乎有些变故。1个月。叶姐姐，这桃花开得好看吧？确实好看，颜色娇嫩得很。说起来，庄华年少时不太喜欢桃花，他只喜欢白梅。有一年冬天，他还折了一枝白梅送我，说是白梅清高，像他想成为的样子。难怪夫君看人的眼光好。少年爱白梅的清高是志气，如今赏得了桃花的热闹是胸襟。苏姑娘见证了少年的妆华，而我有幸陪伴如今的他，各有各的好运气，不是吗？庄宁，他在这里等了一整场宴会，生面孔。官员名单里没有这张脸。柳太傅和商人、御寇、侧向马车，3样拼在一起，交易穿什么还不清楚，但够可疑了。柳太傅，刚才看到的是暗处的人交递东西，他上车之后没问。小姐，又是那个声音，第3次了。今晚我跟过去看看。万一……我只是去散步。夫人深夜不睡，来此何事？庄宁，这里是后院。我好像又梦游了。小时候就有这毛病，一紧张就容易犯。嫂嫂辛苦了，后院夜里路不平，日后若再犯了，叫人唤我便好。后院不太安全，嫂嫂跟我走吧。怎么样？被庄宁拦了，用梦游搪了过去，但他不一定信。那面老墙后面有东西，人工切割的暗缝，里面有气流，是一条通道。通向哪里？来不及查了，但现在我确定了2件事：第一，这座府里有暗道，方向指向书房那一片；第二，庄宁找到我的速度太快了，他不是跟着我来的，他是提前在那里等我，这是陷阱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沈使臣远道而来，寒舍简陋，不周之处见谅。丞相客气了，能在府上品茶是金红的荣幸。两国合约签订3年，边贸日益兴盛，丞相功不可没。和平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是两国百姓的选择。听闻沈使臣在南诏也是名门之后，算不上名门，只是家父曾在朝中做过几年小官。沈使臣，尝尝新做的茶。你是在执行更大的计划，还是已经变了心？2位慢用。叶子，你真觉得那点小动作我没看到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夫君喝了不少。没喝多少。夫人的手好漂亮啊！夫人以前可是做过不少手工啊，竟有这么厚的老茧。所以，到最后，连你也会离开我，对吗？不会的，我在这里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那个叶子吗？守卫情况，白天踩过点了，铺主是自己人，今晚会留后门。但是沈大人传话说，大境方面也可能收到了风声。我设了3层后手，如果第1层被识破，还有2层。万一3层都……不会，我了解他们的反应模式。四下无人，好机会。线人说的，密信在瓷缸里，在哪个瓷缸里呢？你们就受着吧，这可是最新型的迷药。跑了，图纸被他拿走了。3层圈套，这个人的战术素养不是一般水平。是细雨。肿得厉害，骨头有没有事？拿绷带。明天穿宽松的裙子，遮住脚踝，走路时尽量控制步态。瞒得过去吗？必须瞒过去。早上好。走路好像不太对。昨天在花园里绊了一跤，扭了一下，没什么大碍，走走就好了。让大夫来看看吧，别落下毛病。谢谢夫君。扭伤不算重，韧带有些拉伤，不过看这个伤的角度，像是从高处落下来扭到的。夫人该不会是爬树摘花吧？可能是踩到了花园的假山石阶。这是药方，夫人拿好。那个人设了3层圈套，我只识破了第1层，堂兄识破了第2层，但第3层，他比我们预判的更厉害，不必自责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城墙上的暗桩看到细雨，最后从巷道落地时踉跄了一步，像是脚踝扭伤。脚踝扭伤。继续查其他11人，12人名单一个不落，按程序走。叶子，今天要不要一起出城放风筝？风筝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好了吗？风来了就放手。你先跑起来。
好高。风好的时候还能更高。线断了还能再接，有些线断了，就真的断了。回去再买一只蝴蝶的。莲藕排骨汤。他说过喜欢喝这个，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。12人已经确认5个，剩下的不能再等了。他带我出来，是试探，还是真的想让我散心？他注意到什么了吗？这一刻，他是真的开心吗？还是演给我看的？收到情报。快去。叶子，你到底与细雨有何关联？白天两人甜蜜生活，一到晚上，两人和白天又截然不同。明天必须送出一批情报。沈大人是不是太急了？这种东西怎么可能5天？他不是急，是南诏那边催了。毒蛇的期限快到了，如果这次还拿不出东西，他不会再来跟我谈话了。入府这么久，他从来没带我去过东乡，连提都很少提。小姐想直接探？不，先试探，看他的反应。今晚用膳时，我会随口提一下，如果他拒绝，就说明那里有东西；如果他答应，那就说明那里没有，或者他已经转移了。对了，夫君，上次你提过府里收藏了不少古籍善本，是放在东乡书楼吗？我能去看看吗？东乡啊，那里年久失修了。看着倒还好，门窗都是整的。里头的梁柱才是问题，外面看不出来的。等我让人修缮好了再带你去。好，那等修好了再说。也不知道里头放了些什么，我就是好奇。都是些旧东西，没什么意思。围墙约1丈2，没有爬藤，不好攀。3条路线各有风险，3天内我要选定1条。小姐，这次比书房那次危险10倍。联络暗号已经发出去了，他应该在亥时之前到。你留在这里接应，如果半个时辰我没出来，立刻撤。时间到了。这是我目前能拿到的。这些东西用得上，但不够。沈大人要的是调防方案，你给我的是边角料。庄华的防备极深，他的核心文件不在书房，藏在一处连他妻子都不能靠近的地方。强攻只会暴露整个京城网络，你也不想看到那个结果。细雨，应思培养你花了7年，你是最好的，所以沈大人才一直护着你。但我需要知道，你是在执行任务，还是在替那个人拖延时间？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大晋人背叛南诏？再给你1个月，但这次不是向我汇报，沈大人亲自监督你。1个月后，如果还没有实质突破，我不会再来找你谈话了。
怎么样？又瞒了1个月，但下一次我能交出去的安全情报已经快用完了。那到时候要么交出真正致命的东西，要么彻底摊牌。巡逻刚过，庄华半个时辰前出了府，说是去赴应酬。庄宁呢？天黑前出的府，方向是城南，应该是去执行任务了。给我一个接口。我要的线索到底在哪里呢？不好，有人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总算走了，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猫腻没有？不在这儿啊。前几天使团的人送来了一批南诏的绢布，上面绣着一种花纹，据说叫满锦织。夫人是南诏人，认不认得这种织法？满锦织，好像小时候听母亲提过，是不是那种用5色丝线交叉编的？我记不太清了。你做的这么直，倒不像在自家花园，像是在应付考教。夫君说笑了，我只是怕驼背不好看。你母亲是南诏叶氏旁支，听说叶氏旁支的女子从小要学暗器防身术。没听说过，我母亲过世的早，这些她来不及教。你入京那日是坐船还是走陆路？陆路，走了快1个月。南诏到京城，陆路必经清风关。清风关的守将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那时只顾赶路，没注意守将是谁。奇怪，清风关是入京要道，每个通关的人都要登记姓名籍贯。你没注意守将，总该记得自己报了什么名字吧？当然记得，叶氏、叶子。夫君不是早查过了？查过，只是好奇你通关文簿上写的随行物品里有一把短刀，你一个弱女子带刀做什么？路上怕遇到山匪，防身用的，后来入京就收起来了。防身？那你会使刀吗？不会，拿着壮胆罢了。悦来老店的账本我恰好见过，3年前那个月，没有一个姓叶的客人住。你记错的东西还真多。满锦织的织法记不清，通关守将记不清，同窗记不清，连住过的客栈都能记错。女子嫁人后，心思都在夫君身上，以前的事自然就淡了。说的也是。那你嫁给我之前有没有喜欢过别人？没有。你的回答总是很快，快到像早就准备好了。夫君的问题也总是很多，多到像早就想好了。终于来了。消息送出去，今夜之后南诏那边就能动起来。魔夫，那一掌的收势，手腕内旋，我看过这个动作。是你吗，叶子？你身上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怎么会是他？叶子，你到底想干嘛？
他翻上墙头那一下，腰身拧转，我看过。他翻墙跑了，我追的人是他，那一掌差点打到他。叶子，你真觉得我没有看出来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小姐，头发还没梳呢。开了，真的开了。你看，比我们种的时候长高了好多，才几个月就开花了，比我预想的快。梅花果然如你说的，倔强。闻闻，好香。或许我要主动出击了。因山长陆怀远病逝，原址已改为农田。青山意。叶子，你身上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没关系。小姐，你的手臂怎么这么凉？又做梦了？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小姐，你不能动心。动心就是背叛，背叛母国，背叛夫人的在天之灵。阿竹，如果我不想下那个药呢？毒蛇还在京城盯着我们，下个月月底他就要来收账了。小姐，你拿什么交差？我到底站在哪一边？小姐，你改了。这不是糊弄毒蛇，这是要交给沈大人，转呈朝廷的。小姐，骗一个执行者和骗整个组织不是一回事。不会致命的，我留了足够的真东西，让他们不会怀疑，但关键的部分不能给他们。小姐，之前糊弄毒蛇还能说是权宜之计，但这一步跨出去，就真的回不来了。我知道。这批等3天再送，间隔太短容易暴露频率。
沈使臣，久等了，夫君马上回来。不急，丞相公务繁忙。你看起来气色比上次好了些。多谢使臣挂心。让沈使臣久等了，抱歉。新泡的，趁热喝。夫君今日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无事，朝堂上的事。沈使臣似乎与夫人很熟。不过是礼节罢了。他每次来都客客气气的，对谁都是那样。小姐，快了，外面有动静。走，从后巷暗渠撤。等下咱们从暗渠爬上去，那里隐蔽。快上来，阿朱，小心！你从东面走，回府。我从西边绕一圈，确认没有尾巴。小姐，走。妆华，跑不掉了。叶子，真的是叶子吗？主子，追到了吗？没有。夫君今日回来的晚。朝中有事耽搁了。真的是他吗？蒸糕好吃吗？嘴唇和鼻子真的很像。夜深了，夫君早些歇息。嫂嫂近期出府的次数越来越多了。堂兄，我有发现，嫂嫂今天在城南胭脂铺的门柱上留了暗号，V 字形刻痕，南诏隐私的标记方式，意思是情报已放置，等待提取。我知道了。堂兄，这可以锁定那个暗号的接收点。你退下，不要再跟踪他了。从今日起，他的事我自己处理。属下明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信任他？叶子，今天我教你写字。教我写字？你的字太秀气了，写字要有骨架，手腕放松，力在指尖，不在手臂。你来试试。叶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今天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走吧。难得有这么惬意的时光。真的希望这样的温馨生活能够再多一天。那个人真的来了。真的是叶子在跟他对暗号。
叶子，你真觉得那点小动作我没看到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核心的都不写，外围给他们验证用，核心的一个字也不给。外围布防写得很详细，巡逻时间精确到刻，但是密道呢？人员编制呢？核心层的东西在哪里？核心层的防御是动态调整的，我只观察到外围，内层需要更多时间。总部说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不能提供核心层的信息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是我了。他信了吗？外围信息他能验证，暂时没有理由不信。可是下一次他们要的是核心。我画了一条线，线以外的可以牺牲，线以内的绝不触碰，哪怕那条线的代价是我自己。夫君，我进来了。新泡的龙井，趁热喝。辛苦了。不看，不碰，不问，他还在看我。龙井和每天一样，今天什么都不能不一样。清渊卫，他不像这么不谨慎的人，他在试探。他明明可以拿走那份情报，但他没有。阿竹，阿竹，你在哪儿？阿竹，跟我说实话。小姐，对不起。他说如果不配合，就把我也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怪你，是我把你拖进了绝路。还有，沈大人问了我一句话，他问毒蛇收到的那份清渊卫情报有多少是真的。对细雨启动最终确认程序。目标确认是谁了吗？明晚动手。你带第一梯队从正面进入，我从另一个方向。属下领命。这一次，我赌我自己。沈大人来信了，说你可能已经暴露。他让你准备撤退方案，后院暗沟还能走。我不走。小姐，我不走。阿竹，你听我说，我准备的这些东西，不是用来逃跑的，是用来交出去的。你要自首？不是自首。是坦白。小姐，毒蛇走了，不是因为你过关了，是沈大人把他调回了总部。毒蛇被调走，说明隐私有更大的动作。暴风雨不是推迟了，是换了形式。他销毁了证据，
为了在明天到来之前，不让毒害丞相的罪名落在他头上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小姐，快！外面的人越来越近了。庄华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庄华，你也有秘密，不是吗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多久了？从嫁进来那天起。你传回的情报为什么改了？因为我不想你死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调查你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。我只是不愿意确认。我也是。我母亲死在10年前的晋南边境冲突里。她不是军人，只是一个住在边境小镇上的普通女人。战火烧来的时候，她把我推进了地洞。叶子，叶子，你要活下去！自己没来得及进去，隐私在废墟里找到了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。10年，从一个8岁的孤儿变成了代号细雨。嫁进相府是任务。我来的时候带着仇恨，对大靖的仇恨。我以为杀死大靖的人就是替母亲报仇。后来你买了一盏兔子灯给我，从来没有人无缘无故对我好。你给我一盏灯，只是因为我在看它。该你了。清源卫是先帝创建的，托付给庄家代管。我父亲是第2任统帅，他在我15岁那年死了，不是病死，是在一次行动中被人出卖。从那天起，我接手了清渊卫。15岁，11年了，没有一天不在演戏。你说你不是自愿做间谍的，我也不是自愿做这一切的。庄华，如果我不是间谍，你会爱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是间谍，我也依然没有在那一晚拔刀。你关了他，不是抓了他，是关了他。他是南诏间谍，代号细雨。我们追了他3个月，方叔死了，静安庄的人全军覆没。你把他关在东乡，不是关在大理寺的牢房里，把他交给大理寺，按律审讯。这是规矩，堂兄，你定的规矩。给我10天时间。10天？你要用10天做什么？包庇叛国这个罪名你担得起吗？我担得起。10天后，如果没有结果，你亲自来抓他。10天，堂兄，你不能什么都赔上。这些文件里有一个问题：近3个月，南诏方面6次对大晋的谍战行动，资金来源全部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玄机商会。我在隐私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但清渊卫的记录里有，玄机商会在大京也有大量布局，而且这条资金线与柳太傅的几笔不明支出高度吻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隐私的任务可能并非来自南诏朝廷，而是被3方操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2国打了几10年的仗。7年前靖南关冲突，隐私接到命令，刺杀大靖边防使。当时2国正在秘密接触和谈，刺杀完全破坏了和谈氛围。
我当时就觉得不对，刺杀对南诏没有任何好处。不止这一次，5年前两国在边境达成了粮食互贸协议，协议签署前3天，南诏商队在大境境内被土匪劫杀。有人在控制节奏，每次快要和平了就制造冲突，每次快要打大了又收手。他们需要战争，但不需要和平，也不需要毁灭。因为持续的低烈度冲突，才能让军火和物资生意一直有利可图。我母亲不是死于战争的意外，是死于一场被人蓄意挑起的冲突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联手查清真相，为了所有被这盘棋牺牲的人，包括你的母亲。小姐，这份情报是你和他一起写的？诱饵设计好了给沈惊鸿看的。我继续给沈惊鸿传情报，表面上一切照旧，但这次每一条都是庄华和我一起设计的。小姐，你信他？他知道了我所有的秘密，我也知道了他所有的秘密，还能比这更坦诚吗？夫君睡不着。你也是，有时候我觉得你像月亮的影子，看得见，摸不透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的妻子。妻子会对我撒谎吗？夫君，你的心跳现在更快了。别说了。这是1个月来叶子传回的全部情报。味道不对。清渊卫在城东清河坊布设暗桩网，进来，把这个送出去。今晚告诉他，清渊卫可能要在清河坊布暗桩。知道了。马上对清河坊方向的布控做出调整，2名暗桩临时撤离，附近增设观察哨。是。他真的出问题了。瑶儿来了，坐。瑶儿，你和京城的夫人圈应该走得近吧？帮祖父传一个话，都说丞相夫人是南诏庞派出身，可谁见过他南诏的亲人呢？来历不明，未必清白，在茶席上不经意的聊几句就好。这件事你要放在心上。孙女知道了。臣弹劾丞相庄华结交外臣，行为诡秘。臣弹劾丞相庄华，臣弹劾丞相庄华，臣亦弹劾丞相庄华。庄华，你作何解释？诸位大人所言，臣一一记下了，容臣3日内书面回复，以正视听。既然如此，朕准你3日，但若有半点拖延，定要追究其后果。这些是我整理的弹劾内容摘要。太傅出手了，他想逼我自顾不暇，没精力追查玄机阁。那就说明我们查对了方向。他越急，越说明玄机阁的命脉就在那条资金线上。弹劾是烟幕，他真正怕的不是你在朝上的回击，是你查到那条资金线的尽头。丞相夫人的来历还真不简单呀。
这是祖父与核心幕僚之间的私人通讯，若弹劾未能奏效，则启用备案，趁夜处理，务必干净。去城西的破庙，亲手交给一个。是。太傅府有人要杀丞相，近日敌人怎么还没来？前方发现目标。猎物就要上钩了。你果然很强。废话少说，还有2个在东面。终于都结束了。这是嫂嫂的金针。陛下，臣请调查昨夜丞相府刺客一事。准奏，着丞相主持调查，大理寺协办，10日内上报。臣领旨。你做间谍的时候，如果全力对付我，我可能早就倒了。所以你应该庆幸，我爱上了你。你知道背叛隐私的代价？我没有背叛南诏，我背叛的是那些利用南诏的人。隐私的很多任务根本不是为了南诏好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7年前靖南关刺杀，那次行动破坏了和谈，对南诏没有任何好处。5年前商队被劫，制造2国互信危机，谁获利了？不是南诏。惊鸿，你在隐私20年，这些命令的逻辑你比我更清楚。惊鸿，去查一查那些命令的源头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来自南诏朝廷。我给你7天，7天后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我会亲自带你回去。柳太傅核心代理人，元基商会7个子机构：苏瑶、易反水。玄机阁渗透隐私中层指挥链的路径，这条黑线标注了10年间2国每一次重大冲突。10年，23次重大冲突，至少17次有玄机阁的影子。静安庄的方书，他是在执行一次阻止和谈的任务中暴露的。那次和谈破坏的源头也指向了玄机阁。没事的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张是太傅府的平面图，咱们来计划一下。寿宴当日，太傅府开放前厅、花园和侧厅3个区域。太傅书房在后院西侧，宴席期间上锁，但他必然在宴中抽空回去一趟。那是你的窗口。我需要进入书房取2样东西：太傅私印和玄机阁核心密函。有了私印，就能证明资金往来是他亲自授权的。密函则是不可否认的通敌物证。秦元伟在太傅府外围部署3道封锁线，包括了街面巡逻、屋顶暗桩、
后门巷道散席后，如果太傅试图逃跑或销毁证据，3道线同时合拢。朝堂那边我来处理。寿宴当晚，确保弹劾奏书在宴席结束前送到御前。奏书中的证据加上叶子取到的私印和密函，就是完整的证据链。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沈大人看了这些，会相信吗？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，他会验证的。好。还有这个也一并交给他，看完再决定要不要带我走。毒蛇呢？他还会来吗？不会了。如果沈惊鸿看完这些选择站在我们这边，毒蛇就再也没有理由来找我了。如果他不站在我们这边，那来的就不只是毒蛇了。阿竹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们去看一次真正的花灯节。我今晚就送到。第8遍，再检查一遍。如果失败，不能失败，他不能有事。今晚要用2根，1根备着。这些药非致命，但也够他们睡一阵子了。快去！是。灯笼花市、猜灯谜，还有糖画。小姐说要去看花灯节呢，希望明天一切顺利。明天之后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加入相府这段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像人的时候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在东乡，我看到了一面墙上的东西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转身走了，什么都没记。我知道，那天晚上我回书房检查过，你没有动那面墙。你知道？我一直都知道。我们2个是不是很傻？都知道了还在演。不是傻，是舍不得。明天我们一起赢，然后你欠我的那些撒谎的日子，我会慢慢让你还。别怕，以后不用一个人扛了。明天之后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太傅府，记得找到便撤。夫君放心。丞相肯赏光，老夫荣幸之至。太傅寿辰，岂能不来？今日老夫70大寿，朝中诸军齐至，此生无憾。愿太傅福寿绵长。书房那边可备好了，回老爷，4位皆已就位。听说丞相夫人入京前在江南待过。夫人见笑，不过是路过，回廊3道转弯，过2道月门，第3扇门即是。夫人，苏小姐，今日宴上多有不便之处。苏小姐何意？夫人保重。
走快点。是。妾身席间饮多了茶，去就回。夫人请便。不必跟着。只是昏迷，应该并无大碍。四下无人，好机会。这么多机关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到底藏哪里了？不是这，也不是这，这里。这可难不倒本姑娘。找到了，机关没问题。原来放在地窖里。赤水镇，母亲。这本册子我必须带出去。丞相夫人果然身手不凡，可惜呀，今日落在我的手上，必须好好玩弄一番。这是老夫专门为夫人准备的陷阱。太傅好算计。夫人过奖，活捉。账册必须夺回。哈哈哈哈！夫人真可谓胸怀宽广啊！哥哥已动手了，账册呢？在。走。本相今日奉陛下密旨，弹劾当朝太傅柳太傅罪大恶极。其罪一：勾结外敌玄机阁，操纵两国战乱20载；其罪二：贪没边军军饷，致靖南3郡将士动恶者，数以千计；其罪三：结交内奸，私设暗党，谋害忠良。证据确凿，请太傅出来对质。祖父，委屈孙女了。丞相若想孙女活，让开。太傅放手，我可以让你走。本府不信你。起来，这里不能久留。疼，比我想的轻。等下换身衣服，你回相府歇着，审讯我去。他那句还有10个，必须问出真意。我知道，问完就回。
你昨夜那句还有10个，说完。丞相急了，急的是你，每一条罪都够你掉脑袋。老夫给丞相一份大礼，听好了，丞相可知，你那位夫人效忠的影司，其司主本就是玄机阁的人，他从小到大都在替玄机阁卖命。证据：南诏影司近5年31桩刺杀，调度银绝从玄机阁西境账上走。查清楚之前，你死不了。西境账已对上3笔，时间地点完全吻合。确认了，我回相府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你们南诏的影司司主，本就是玄机阁的人。西境账上的银两，已对上3笔，是真的。母亲死的那一仗，调度银也是他出的。我从小到大，全都是棋子。你恨他们？我恨我自己，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。现在看出来了，还来得及。南诏那边必须立刻传信沈惊鸿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隐司换主之前，玄机阁残党会断尾求生，我们没多少时间。你确定要用真名落款？对沈惊鸿，没必要再藏。玄机阁与柳太傅的资金往来，隐司司主的西域账线，近5年31桩刺杀对应银流。看完再决定要不要带我走。南诏驿馆，亲手交给沈惊鸿。小姐放心。驿馆周围有玄机阁的眼睛，绕远路。小姐说看完再决定。南诏影司司主及玄机阁中人，看完再决定要不要带我走。来人，今夜把西境账册全部对一遍。是。这些账册竟然全部对上了。近5年31笔，无疑从国库出。你是对的，对不起，保重。亲手交给他。我亲手交。对不起，保重。他这一去，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他不会白去。等我回来。去吧。丞相到。陈庄华参见陛下。起。臣弹劾原朝廷太傅审事，罪状3条，皆有铁证。
查抄太傅府，柳氏一系党羽，依罪轻重论处。陛下圣明。传柳氏上殿，当朝对质。你可还有话说？老夫认罪，但临走之前，要替陛下接一桩更大的奸细案。丞相之妻叶氏是南诏暗探，证据确凿。丞相知情不报，包庇叛国。柳太傅，丞相可有话说？臣有话说。叶子确实来自南诏，同时他也是揭露玄机阁的关键功臣。昨夜证据半数由他亲手写下，没有他，我们至今仍在替玄机阁打仗。柳氏，先押下去。丞相，朝后留步，御书房见。臣领旨。嫂嫂没事，府里我已经加派了人手。陛下要单独召见你，难说。他要听什么，我都答得起。陈庄华恭领陛下圣训。请原位，朕知道，先帝晚年托给庄家的，朕从未拿回。臣不敢欺瞒。朕从来没有问过你欺瞒不欺瞒。朕只问一句：你的心可还在大境？臣心在大境，但臣也有一颗私心。臣请陛下为臣之妻法外开恩。他从入相府那天起，便领着南诏的命去你家。他最后没有完成那道命。他还篡改了那道命。他值得？值得。若朕公开追究，丞相是何颜面？颜面随陛下处置，臣只求他活。叶氏南诏出身，朝廷不公开追究，他须以两国和谈特使之名重列朝册，此事止于此。臣谢陛下。庄华，朕也曾年轻过，退下吧。他怎么说？你活着还有名分。我从今以后是大靖的什么？促成两国和谈的特使。这名号听起来比我从小到大的任何一个都干净。南诏那边，沈惊鸿，他选了一条孤路，我们能做的是等他信。再等，再等。31笔，无一从国库出。今夜动手，不能等。总堂护卫80，外围120，正面我去，后院靠你们。惊鸿回来了。司主大人，今夜算账。南诏强盛之路从来不干净。
你拿百姓的命去为玄机阁的钱。今夜你不会活着从这儿走出去。30年战乱，半数皆为玄机阁所操。影司司主已被生擒，正等陛下发落。南诏那边成功了，沈大人活着，影司换了新主。影司司主待陛下发落，沈惊鸿身负3处刀伤，但活着。他们都活着了，都活着了。沈使臣，久违了。丞相，3位施主，请。停战，开放边贸，互撤暗探，3条两国皆同意。第4条，追剿玄机阁残余。残余在西境，南招兵南入，清渊未可接到，南招朝堂未必允。若有我亲自带兵入西境呢？南诏朝堂会信我，大晋朝堂也已认我。南招朝堂，这条我去说。无异议的话，就再拟一份合约。其余条款无异议。你们得偿所愿了。惊鸿，无需说什么，你的母亲可以瞑目了。他没有死，他活着。回家。回家。报，500人到齐。整装，今日午后出城。这身甲穿在你身上，比我穿合身。小姐，干粮和金疮药我都备了。西京每3日一报，加急的直接送我手上。我亲自盯。他带的是兵，但他自己也是棋。种梅的事，等你回来一起。院子里那2颗青梅，我1颗都没尝过。新打的，2枚1对，我带1枚，你贴身。好。睡不着，在想西境地形。我会等你回来。我会回来。夫人，南招300人，听调遣。出发。小姐，当心！哼。路要他自己走。前哨到了，今夜住这里。残余首领自称白面师爷，玄机阁30年真正的军师。小姐，这个人我听母亲提过一次。传令，今夜不歇，连夜行军。得令。前方还有几里，
20里。废庙在山口背风处，守卫40余。地下呢？暂未探明。三面合围，留东南山口为他逃路。得令。他若想逃，让他逃出5里，再断后路。得令。外围已清，时也未现。小姐，你看脚下。密室在地下。南诏旧式机关，需南诏古玉令解。叶氏，本人候你许久，请坐。无需坐。你来西境，为的是清算玄机阁。30年血账，今夜了结。你母亲临死前的最后一桩事，至今无人告诉过你。你说，她藏过一个孩子。母亲死时只有我一个。她死时身边一个，怀里另有一个。那孩子至今活着。那孩子的下落，本人手中。你想换什么？你撤兵，我给你留一线血脉。你以为我急于擒你？我此行本就为见你。我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桩事，已传我多年。那孩子早被他故友救走。叶氏，你母亲教得好。师爷，我等候您许久了。们终究不肯放过西境，30年血账，今夜终止。母亲遗物。在想那孩子，在想他活着。重活了。重活了。看什么？看公文。新婚那晚你藏在发间的那根，后来掉在院子里，我捡到过。你从那时候就……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。她长活了，这可是难得一见。你的肩膀不是也好了吗？比她皮实。玄机阁残余清点完毕，西境、南诏、京畿3县全清。清渊卫接下来的差事换了，不打仗了，维护国内安全够你忙的。
领命。哥，嫂嫂的伤养的怎么样了？你可以自己去问她。江山如此多娇，有时候觉得以前的事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。哪些是梦？刺探你的部分。那我调查你的部分也是梦？哪些不是梦？花灯那晚埋给你兔子灯的部分。还有呢？这个部分。叶子，花灯结了，走了。你今天好美。走吧。这是兔子花灯。你已经送过我一个了。上一个是送给相府夫人的，这一个是送给叶子的。以后我们也会像这对夫妻一样恩爱吗？那是什么？一条我最终没走的路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来世再遇到，还会这么折腾吗？不知道，但如果会，我希望还是你。